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编。说起雅典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就会想到它的历史文化艺术，可就是在这样一座城市，却发生了一件轰动欧洲的惨案，为这个原本美好的城市抹上了一层红色阴影。2021年5月11号早上6点左右，雅典警局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，报案人的声音非常奇怪，嘴巴像是被人塞着东西，无法正常说话。接线员仔细听了几次，才听出男子很像是在喊救命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接线员又接到了一名女子的电话，对方说自己邻居似乎遭遇抢劫，急需警方的帮助。顺着两人信息提供的位置，接线员发现目的地是阿洛索尼岛的同一栋别墅。很快，值班警员就驱车来到了现场。在走进涉案房屋后，他们看到了可怕的一幕：一条年幼的哈士奇被人用绳子绑住，吊在了别墅的楼梯上。看到陌生人时毫无反应，已经被残忍杀害。沿着楼梯上楼时，警员听到了婴儿的哭啼声。一走进2楼某个房间，警员就看到现场一片狼藉，床上躺着一个年轻女子，一动不动。警员刚想实施抢救，却发现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，而在她的身边还有个不停哭泣的婴儿。在房间的另一侧，警方看到了一名男子，当时他倒在地上，眼睛和嘴巴被人蒙住，四肢被缠着胶带，全身无法自由活动。在撕掉他身上的胶带后，他马上就冲到床边，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。可无论他怎么喊，妻子依然是毫无反应。根据资料，案发别墅里住的是一家3口，女主人是20岁的卡罗琳，丈夫则是巴比斯，还有他们2人尚未满岁的女儿莉迪亚。从丈夫的口中，警方了解到了事情的大概经过。巴比斯表示，在昨晚半夜4点半时，自己听到楼下有异响，还有犬吠声，可很快又安静了下来。自己觉得不对劲，就准备下楼查看，可还没走出门口，3个蒙面匪徒就闯了进来。他们捂住自己的口鼻，把自己和妻子绑了起来，还用枪指着婴儿作为筹码，要求他交出家里的现金还有珠宝。由于对方有3个人，手里还有枪，为了避免家人受到伤害，自己只能按照命令给了他们1万欧元现金，还有一些珠宝首饰。但被吓到的女儿一直哭个不停，因为害怕哭声会引起邻居的注意。中途劫匪还用枪指着女儿，生怕女儿受伤的妻子就直接冲了过去，和劫匪发生了正面冲突。最后呢，却被紧紧按在床上。丈夫巴比斯刚想抵抗，他就被人在背后敲了一棒，然后晕了过去。醒来之后，他就发现自己倒在卧室地上，全身被人绑着，嘴巴和眼睛都被蒙着。他靠着以往的记忆，他艰难地爬到了床头柜旁，撞倒了摆在上面的电话。靠着按键的特征，他用鼻尖忙按电话键报警求助。巴比斯告诉警方，当时他向外面打了2个电话，一个是打给当地警局，另一个则是邻居。因为当时通话记录上最后一个联系人就是邻居，在行动受限的情况下，这是最快速的求助号码。邻居接到电话后，却只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因为此时巴比斯的嘴巴被缠着胶带，根本没法正常说话。不安的女邻居就叫醒了丈夫，一起来到了巴比斯的住所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结果就发现了被吊起来的哈士奇，这才马上报了警。为了弄清案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警员调出了别墅的监控录像。前面几小时还很正常，可后面时画面突然中断，只有一句提示，请插入储存卡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储存卡应该是被劫匪拔走了。走访周围邻居时，其中一个邻居表示，当晚自己听到了卡罗琳的哭声，她以为卡罗琳是在和丈夫争吵，因为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但没想到这一次是遇到了歹徒。巴比斯告诉警方，3名匪徒抢走了1万欧元现金，以及价值2万欧元的珠宝。至于为何劫匪会盯上自己家人，巴比斯就推测，可能是有人向匪徒泄露了自己的信息，因为自己和妻子最近刚买了一块地皮。卡罗琳遇害的事情传开后，立即在当地引起了热议。案发时，她只有20岁，
女儿莉迪亚也只有11个月大。小小年纪的莉迪亚还没来得及记住母亲的模样，就永远和她天隔一方。根据资料，卡罗琳是个混血儿，父亲是英国人，是一家能源公司的高管，母亲是菲律宾人，是连锁酒店的老板。卡罗琳可以说是从小衣食无忧，有非常多的爱好，包括拥有跆拳道的黑带水平。但即使拳脚功夫再高，也抵不过真枪实弹。周围人表示，卡罗琳性格乐观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喜欢小动物。家里那只遇害的哈士奇就是她收养的。美丽乐观的她总是焦点人物，追求者一直络绎不绝。在15岁时，卡罗琳认识了比自己大13岁的巴比斯。巴比斯是一个直升机飞行员，帅气英俊，收入稳定，体贴温柔，几乎拥有完美男人的一切。更巧的是，巴比斯的母亲刚好是卡罗琳所在大学的一位教授，缘妙不可言。就这样，两人互生情愫。在交往18个月后，巴比斯就向卡罗琳正式求婚。2018年时，年仅17岁的卡罗琳就和巴比斯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而对于卡罗琳的父母来说，女儿在17岁就结婚确实有点早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只要遇到真正爱她的男人，这又何妨呢？结婚2年后的2020年，卡罗琳生下了女儿莉迪亚。在她的社交媒体上，可以看到她分享的大量亲子照片，仿佛是个无比幸福的女人。直到那一晚后，一切都戛然而止。政府接受采访时也是多次泣不成声，他恳请警方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，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公道。巴比斯伤心欲绝的模样被各家媒体争相报道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。而一些热心的民众会悄悄地给他们送去慰问信，或者在他家门口放下一束花为他妻子祈福。在民众自发为死者哀悼的同时，警方的调查却遇到了问题。除了当晚听到哭声的邻居，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者，卡罗琳身上也找不到外人的 DNA 信息，调查直接陷入了僵局。为了找到有效线索，案发3天之后，警方发布了30万欧元的悬赏令。不但如此，警方还找来说各种语言的人为巴比斯做了听力对比，最后他们确定匪徒说的是阿尔巴尼亚语，阿尔巴尼亚也是欧洲国家，就在希腊的北部。无独有偶，在卡罗琳遇害的几个月前，附近就发生过几起抢劫案。后来，警方就找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，他是格鲁吉亚人，案发时刚好就在附近活动。案发之后，还试图用假护照出境，可活动痕迹信息表明，这名男子不可能是凶手。破案希望再次落空，刚燃起的希望又被浇了冷水。案发8天后的5月19号，巴比斯在社交账号上就发了一张他和妻子的婚纱照，上面还有配文：我们永远在一起，亲爱的卡罗琳，祝你旅途愉快。深情的哀悼词搭配警方的进展，无疑给舆论加了一把火。调查负责人坐立不安，再不破案就得回家耕田了。事情上了热搜后，每天都有很多记者蹲在巴比斯住所周围，每次他一出来就会被一群记者围住。镜头前的他总是充满悲伤，他说的越是动情，给到警方的压力就越大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当晚闯入别墅的劫匪有3个，可警方发现，无论是地下室还是窗户大门，都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。也许劫匪是技术性进入，但是翻遍整个别墅，警员都没有找到他们留下的任何痕迹，甚至没有任何毛发、任何指纹。与此同时，巴比斯说过，妻子和劫匪发生了肢体冲突，可是为卡罗琳尸检时，他手上并没有其他人的皮肤碎屑，也没有任何衣服纤维。警方实在无法想象，能够把现场痕迹清除得如此干净的人，居然只是为了抢走1万欧元，还有价值2万元的珠宝首饰。这就像电视剧纸钞屋那几个家伙，费了一番功夫，最后却1分钱也没偷，这实在太不科学了。警方调出了监控录像，起初屋内一切都很正常。在晚上12点时，巴比斯还抱着女儿躺在沙发上，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就从沙发上离开，消失在监控死角中。凌晨1点20分，在劫案发生还有3个多钟头之前，监控画面突然中断，应该是有人突然拔掉了储存卡。
从这里以后，别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警员一无所知。警方仔细研究了每一项证据，在卡罗琳的智能手表上，他们有了新发现。这种手表除了提供记录时间的基本功能外，还可以测量佩戴者的部分生理数据，例如脉搏、心跳，还有睡眠状况等等。警员联系了相应的公司，解锁了手表，把上面的记录导了出来。数据显示，在凌晨4点05分之前，卡罗琳各项生理数据还很正常，也就是说她还没有遇害。但奇怪的是，在4点05分开始，脉搏次数突然猛升，整个过程维持了6分钟。在4点11分后，脉搏数据就突然中断，卡罗琳的脉搏和心跳似乎突然停了下来。但丈夫巴比斯却表示，劫匪是在4点半时进入他家，然后来到2楼劫持了他们2个人。与此同时，巴比斯手机的一款运动软件显示，在当晚4点半以后，他的步数一直在上涨。明明被劫匪敲晕了过去，怎么步数还会一直增加呢？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要么巴比斯记错了时间，要么他在撒谎。在整理卡罗琳的私人数据时，警方意外找到了她的日记。在日记里，她描述了不为人知的内情，例如在案发前几个月中的一篇日记，她说自己不知道能否和丈夫一起走下去，自己非常爱他，但是这份爱也许会带来很大的伤害。在其他日记里，卡罗琳还提到丈夫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变态，居然试图在自己手机上安装追踪程序，以此监视自己的活动轨迹。因为这些事情，两人争吵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丈夫甚至会对卡罗琳施加肢体暴力。于是警方再次找到巴比斯，要求他还原更多的案发细节。在警员的追问下，巴比斯交代了越来越多的事情，可他说的越多，警员发现的漏洞就越多。他承认在案发前自己和妻子确实闹过矛盾，但是这点矛盾根本不至于要杀害妻子。在案发37天后的6月16号是卡罗琳的追悼会，当时举行追悼会的地方是她从小生活的阿洛尼索斯岛。葬礼上大家心情无比沉重，卡罗琳的父母更是几度落泪。巴比斯失去了一位妻子，他们失去了一个宝贝女儿，而莉迪亚则失去了一位母亲。追悼会上，巴比斯和岳父岳母一起给妻子献上了鲜花。在爱妻墓碑面前，他站了整整4个小时。这幅场景又怎么不令人动容呢？就在追悼会快要结束时，一架直升机突然降落在小岛上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员就站在巴比斯面前。在所有人面前，警员拿出了一份文件：巴比斯先生，你涉嫌一起蓄意谋杀案，我们会将你带回警局。众人怎么也想不到，前一秒为亡妻痛哭的人，下一秒就像个重刑犯一样被戴上了手铐。在一片快门声中，巴比斯被押上了直升机。面对警方亮出的种种证据，审讯室里，巴比斯还原了事情经过。在2019年时，他和卡罗琳结婚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两人第一个孩子不幸流产。自此之后，妻子就性情大变，非常容易因为小事发火。案发当天晚上，两人再次爆发争吵。稍微冷静下来后，卡罗琳就走上2楼卧室准备睡觉，并把丈夫挡在了卧室外面。可是因为孩子的哭声，两人又吵了起来。期间卡罗琳一直吵着要回娘家，一气之下的巴比斯就拿起枕头，用力捂住妻子脸部。妻子奋力抵抗，可当时巴比斯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想妻子冷静下来。几分钟之后，当他移开枕头后，却发现妻子已经没有了呼吸。不知所措的他后悔万分，不停地在卧室里来回走动。看着还没满岁的女儿，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进监狱，这才说了有劫匪闯入家中的谎言。为了让警方信服，巴比斯还说自己杀了家中的宠物狗，把它绑在了楼梯栏杆上，然后把自己绑起来，再假装打电话报警。巴比斯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想让警方相信自己是过激杀人，而非蓄意谋杀，因为这对法官的量刑会有很大影响。但即使如此，手表的细节证据还是能够证明他没有交代全部的实情。卡罗琳的智能手表显示，在当晚半夜4点05分之前，她的心跳和脉搏一直都很正常，
没有出现严重的情绪波动，自然就不存在和丈夫发生争吵的事情。提前取走监控内存卡，就证明巴比斯这是蓄意谋杀，而不是激情杀人。他知道妻子是跆拳道黑带，只有出其不意，先下手才能够成功。一位朋友指出，也许从头到尾，巴比斯对卡罗琳的爱都是假的。当卡罗琳认识巴比斯时，她只是个心智尚未成熟的15岁少女。作为一个30岁的男人，疯狂追求未成年少女，说得好听点，这是伟大的爱情；说得难听点，这就是恋童癖。2019年，在卡罗琳刚成年时，巴比斯就把她带到了葡萄牙旅游，期间和她登记领证。结婚1年多之后，卡罗琳就生下了女儿，但也因为婚姻和爱情，她放弃了学业，成为了全职家庭主妇。恋爱时，巴比斯满口承诺要让妻子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，可结婚没多久之后，他却以变态的占有欲控制妻子，不让妻子重返校园。因为巴比斯是个飞行员，经常有飞行任务，和妻子是聚少离多，他害怕妻子会因为单相思胡思乱想。案发当天，卡罗琳就在外面订了酒店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这一次他下定了决心要带孩子离开。可还没等他走出家门，就永远睡在了棺材里。而把他送进棺材的恶魔，正是那个在墓碑面前假装无比痛苦的丈夫。2022年4月，在案发将近1年后，雅典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。从下车到进入法院，成群荷枪实弹的警员一直围在巴比斯身旁。这个案子影响非常的恶劣，当天法庭外面聚集了大批民众。一边是记者的镜头话筒，一边是民众的呐喊，他们拉着横幅要求法院严惩巴比斯。而另外一边，精神病医生告诉法官，巴比斯这个人具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障碍，同时极度自恋。5月16号，法院就做出了判决，因为蓄意谋杀、作假证，还有妨碍司法公正等等，巴比斯就被判处了终身监禁。至于他的女儿，则交由卡罗琳的父母照顾。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在巴比斯被判刑1年后的2023年，卡罗琳的父亲大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。在巴比斯被判入狱后，他给岳父寄了一封信，在里面他说自己杀害妻子是被迫无奈的选择。原来在很久之前，卡罗琳经常去一家餐厅吃饭，好巧不巧，这家餐厅的老板在偷偷贩毒。有一次巴比斯去吃饭时，这个老板就想邀请他入伙，因为他经常开着直升机在各地穿梭，要是能把毒品藏到直升机上，就能避免很多路面缉毒部队，而且运毒效率极高。巴比斯起初也很纠结，但是在高额分成的诱惑下，他还是答应了。然而正如俗话说的，在床上夫妻是没有秘密的。有一次尝到甜头后的巴比斯就直接把这事情说了出来，结果卡罗琳暴跳如雷。多少人被毒品害得家破人亡，她要求丈夫马上退出。可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？要知道，对方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毒贩。巴比斯知道，即便妻子以后离开自己，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毒贩灭口。反正横竖都是死，倒不如自己先杀害妻子。我们不知道巴比斯这些话到底有没有骗人，但这些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自从那一晚过后，他的妻子卡罗琳已经永远回不来了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